你印象里的核电站是不是都是造价百亿的超级工程？如果小编告诉你最新的核电站只有集装箱大小，一辆重型卡车就能拉着到处跑，你觉得会是真的吗？最近中科院凤林核团队的成果彻底火出圈，很多人听完第一反应都是懵的。核反应堆装车上，路上磕碰会不会泄漏？故障了会不会爆炸？这到底是科幻噱头，还是真真切切的技术落地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。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，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很多人刷到这个设备，心里肯定满是疑惑。小编很负责地告诉大家，这不是网传的概念产品，也不是网上吹出来的 PPT 技术。2026年4月，中科院伊伟蔡院士带领的凤林核团队已经顺利做完了10兆瓦级车载核电宝的全套工程集成模拟实验。整套技术流程、安全逻辑、运行参数全部核验通过，是实打实落地成型的第4代核能设备。传统核电站是什么样？10几米高的冷却塔，几万平的占地面积，动辄好几年的施工周期，几百亿的投入，建好就永远钉在一个地方，半点挪不动。但咱们的核电宝呢？标准集装箱尺寸，长6.1米，宽2.6米，高2.6米，自重28吨，普通重卡就能直接拉走，完全不用特制运输车辆。简单说就是哪里缺电，车开过去，落地就能用，真正实现了核电随走随用。大部分普通人对10兆瓦的功率没什么概念。这么说吧，一台核电宝稳定输出的电力足够同时供给2-3千户家庭日常用电，中小型 AI 算力中心、偏远城镇、大型工业园区的全部用电需求，一台设备就能完全扛下来。最让人意外的是续航能力，普通发电设备需要频繁供油、维护、停机检修，而咱们这台核电宝一次加满核燃料，最优工况下可以稳定运行10到30年，是不是瞬间觉得像现实版的移动永动机？很多人好奇，为啥传统核电站1年多就要换一次燃料，咱们这个能连续运行几十年？核心区别就在于堆型技术完全不是一个时代的，市面上所有商用核电站基本都是老旧的压水堆技术，靠高压水冷却，只能消耗油235，天然油里绝大部分的油238完全用不上，资源利用率才1%，剩下的全都变成核废料，又浪费又麻烦。而咱们的核电宝用的是第4代铅壁快中子堆，原理特别好懂，就是边烧燃料边造燃料。高速中子撞击原本没法用的铀238，会直接转化成全新的可裂变原料，相当于堆芯内部持续自产燃料。传统核电站1吨铀原料只能利用10几公斤，咱们这台设备能利用600-700公斤，资源利用率直接拉到6-7成，续航直接翻了几十倍，这也是它能常年不换料的核心秘密。聊完性能，大家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安全问题，毕竟沾了核能，谁都会担心泄漏、爆炸、辐射这些风险。但小编要告诉大家的是，这款核电宝的安全设计从根源上就避开了传统核电的所有致命隐患，4层天然防护压根不需要人工强行干预补救。第1层防护也是最关键的一点，全程常压运行，彻底杜绝爆炸风险。传统压水堆靠水冷，水温100度就沸腾，必须维持150个大气压的超高内压，相当于几百米深海的压力。一旦设备破损，压力失衡，瞬间就会水汽膨胀，引发爆炸。而咱们用的是铅壁合金冷却液，沸点高达1670摄氏度。设备正常工作温度才400-500摄氏度，中间差了上千度的安全余量，全程常压运转，压根没有高压爆炸的可能性。第2层是自动控温刹车机制，自带负反应性反馈，简单说就是设备自己会知错就改，一旦堆芯温度异常升高，中子裂变速度会自动变慢，功率主动下降，不用人工操作，不用电控干预，温度越高越稳定，从根源杜绝功率失控的问题。第3层是极端兜底散热，就算遇到最极端的情况，外部电网全断，冷却泵全部停机，铅壁合金也能靠自身冷热密度差形成自然对流，持续带走堆芯余热。当年福岛事故的核心原因就是断电停泵，余热堆积，而咱们这套结构直接避开了这个致命漏洞。第4层就是自带辐射屏障，铅壁本身就是重元素，能强力吸收中子和伽马射线，不用堆砌厚重的混凝土防护层，既能缩小体积，又能保证辐射达标，正常运输，部署完全安全合规。当然，客观的说，它也不是完美无缺的。
铅壁合金长期高温运行会轻微腐蚀内部构件，这也是团队现在重点攻坚的优化方向。而且大家别乱想，这设备管控极其严格，专属运输路线，专业押运，实时辐射监测，根本不可能随便停在居民区。网传的随意乱跑都是误区。目前它还处在样机试测阶段，2027年做实体堆实测，2028年才会启动商用论证，不会仓促落地，安全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。了解完这款核电宝的基础原理和安全设计，不少人都会好奇，这种可移动的核电站实际能用在哪些地方？难不成只是单纯给偏远乡村供个电？说真的，请把你的格局打开。先说最接地气的民用场景，其实它的出现直接解决了我们很多常年无解的难题。首先是偏远地区供电。不管是高原边防哨所、深山观测站，还是南海偏远岛礁，以前全靠柴油发电机供电，不仅噪音大、污染大，还得常年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运送燃油。一旦天气恶劣，补给中断，整个基地就会断电瘫痪。有了核电宝，一次部署稳定运行10几年，甚至几十年，不用补给燃油，既能保障生活用电、设备运转，还能带动海水淡化、冬季供暖，彻底实现偏远基地自给自足。其次是现在最火的 AI 算力行业，大家都知道 AI 大模型、超算中心是出了名的用电大户，一座大型算力中心的耗电量堪比一座中小型城市。以前我们搞东数西算，靠光伏、风电供电，不仅受天气、季节影响极大，供电波动还会影响算力稳定性，靠传统电网输电成本又极高。有了核电宝就不一样了，哪里需要建算力中心，直接卡车拉过去，零碳稳定供电，不受风吹日晒影响，完美适配超算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需求。除此之外，灾后应急供电、极地科考、沙漠治理，所有缺电难供电的场景，它都能轻松拿捏。但说实话，民用场景只是它的基础价值，它最核心、最关键的作用是补齐了定向能武器的最大短板。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激光防空、微波防御、电磁发射技术已经成熟，可为什么迟迟没法大规模普及？答案很简单，缺电。定向能武器全是妥妥的电力黑洞，瞬间需要的功率极高，普通柴油发电机、车载电源根本撑不住，电压不稳，功率不足，哪怕你的激光炮技术再先进，也只能断断续续发射，实战中根本拦不住高速来袭的无人机和导弹，完全发挥不出真实战力。可核电宝一出场，这个难题直接被彻底解决。10兆瓦的稳定功率，刚好完美匹配激光武器的耗电需求。只要核电宝正常运转，激光武器就有源源不断的电力，不用顾虑续航，不用担心电压波动，真正实现随时待命、无限发射。敌方无人机群、高速导弹来袭，直接持续拦截，来了就能打掉，彻底改写了传统防空的作战模式。不止激光武器，它还能支撑大型预警雷达24小时满功率开机。以前雷达不敢长时间全开，就是太费电，后勤扛不住。现在有了移动核电加持，数千公里外的隐身目标、低空目标都能精准捕捉，全域监控无死角。看到这里，想必所有人都有个疑问。这么实用的新技术，国外有没有同类产品？有，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出我们这种可车载、可机动、完整落地的成品设备。先看美国，他们很早就布局小型模块化反应堆，直面参数看着不错，可项目落地一塌糊涂。原本预算低廉的项目，造价直接从30亿美元暴涨到60多亿美元，成本彻底失控。折腾到现在，一座落地的实体堆都没有，全程停留在设计和实验阶段，而且他们的堆体体积庞大，只能固定建站，完全没法车载机动，实用性和咱们完全不在一个层级。再看俄罗斯，他们有70兆瓦的浮动核电站，功率看着比我们大，可技术还是老旧的压水堆，安全短板明显，而且体积巨大，只能固定漂浮在海上，完全无法陆地运输，全域部署局限性特别大。欧盟、日韩就更不用说了，基本只停留在简易实验和纸面设计阶段，连完整的工程样机都没能造出来，落地进度远远赶不上我们。很多人不知道，我们能在这个领域实现反超，真的不是运气爆棚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国内就持续布局铅壁快堆相关技术，30多年的积累，攒下了海量实验数据和核心专利，一点点打磨出这套成熟的国产体系。
还有很多人喜欢拿航母、核潜艇的核反应堆对比，这里必须纠正一个普遍误区：军舰用的都是武器级高浓缩铀，扩散风险极高，绝对不能民用，也不适合陆地长期部署。而咱们的核电宝用的是民用低浓燃料，安全可控，无扩散风险，专门适配陆地、岛礁、野外场景，两者根本不是一个应用逻辑，完全没有可比性。简单来说，现在全球移动核能赛道里，只有咱们中国完成了10兆瓦级车载一体化仿真测试，不管是设备机动性、运行稳定性，还是场景适配能力，我们都稳稳走在了全球最前面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